係好多人咧都好擔心啦，因為加息週期開始。咁究竟我哋應唔應該投資呢？有邊一啲資產咧，我哋唔應該掂呢？咁好多嘅疑問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做咗呢段影片，同大家分享下喺加息週期裏面影響最大、表現最差嘅資產咧係有邊幾隻呢？咁呢段影片咧就係我自己做嘅資料搜集啦。咁純粹係作一個分享嘅用途嘅啫，就唔係對你自己嘅證券啊或者投資組合有一啲買入賣出嘅建議。投資有風險啦，記得喺投資之前咧自己要做好功課先好入市啦。另外記得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好，今日嘅內容咧主要就係同你哋分析一下喺加息週期裏面咧買入3種咧嘅資產風險係最大，我哋咧最好就遠離呢啲資產嘅。而呢段影片咧係由 Saxo 贊助嘅。Saxo 咧就係一間持牌嘅丹麥銀行啦。咁佢哋喺主要嘅大城市都設有呢個辦公室，包括香港、倫敦、新加坡、悉尼、東京等等。咁喺 Saxo 一個平台裏面咧就可以買晒全世界主要市場嘅基金、股票、債券同埋外匯等等㗎啦。第一個最大風險嘅資產咧就係長期固定收益資產 （fixed income） 啦。加息最大嘅影響咧就係對一啲長期嘅 long term 嘅 fixed income 嘅資產咧嘅收益係影響最大嘅。呢度我指嘅 fixed income 資產咧就係指債券啦。債券即係話咧一個 agreement between 呢個投資者同埋呢個發債人。發債人咧就會定期向呢個投資者咧支付債息，直到去呢個債券到期日為止。遠期嘅債務咧，即係指平均10至15年期嘅債券。咁我以前咧都做咗一系列嘅債券教學噶啦，大家如果想學多啲嘅話咧，都可以去呢個 playlist 度睇一睇。咁點解我會話咧 long term 嘅固定收益資產咧會喺加息週期裡面表現最差咧？因為咧中央銀行啦，譬如聯儲局咁樣啦，佢通常會有一個通脹嘅目標。當呢個通脹率咧高於佢嘅通脹目標嘅時候咧，聯儲嘅官員咧就會提高佢哋個利率，即係 Fed Fund Rate 啦，去壓制呢個通貨膨脹繼續升溫。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加息週期。而相比起一啲 current 嘅債券，喺加息週期之下咧，新發行呢啲債券咧通常會有較好嘅利率，因為佢個 bond yield 咧都會根據呢個加息週期咧一齊加。因為加息週期之下，新發行嘅 bond 嘅 yield 咧，佢哋通常都會較高啦。所以咧，新嘅債券將會有較大嘅吸引性。換言之，喺加息週期之前發行咗嘅債券咧，佢嘅債價將會下跌啦。因為投資者都唔想買一啲咧之前發落咗個債券利率咧又低嘅債券，所以呈現咗一種反比嘅關係。喺度咧可以解釋多少少嘅。好，俾個例子你哋下，假設 A 公司發行咗一個5% 5年期嘅公司債券。佢個 face value 咧就$100，同一個公司喺加息週期之後發出嘅新債券咧，必須要以較高嘅利率去吸引咧當時候嘅投資者投資於佢新發行嘅債券啦。於是佢就要發行一個7% 嘅5年期嘅債券。咁由於咧呢兩個債券咧佢都未到期，變成咧5% 嘅債券依家被7% 嘅債券咧相比之下咧就被比下去啦。債券持有人咧原本投資於呢個 face value $100嘅舊債券咧，如果佢又想喺債券到期日之前賣出呢個手頭上呢個債券嘅話咧，因為佢個 bond yield 比較低啦，好大嘅機會佢需要將5% 呢個債券咧折價去賣出，即係話 at discount 啦。所以咧投資者咧有機會會損失金錢。咁當然啦，債券嘅持有人可以將呢個債券咧持有到到期日，將$100嘅face value 嘅債券嘅本金咧全數攞翻。呢個已經協定好嘅債券利率咧5%，喺加息週期咧就唔會跟隨呢個利率調高。所以喺加息週期裡面咧，投資喺 fixed income 市場嘅收益咧係取決於以下幾點。第一就係你持有嘅 fixed income 嘅工具嘅類型啦，佢係一個短債啊、國債啊、長債啊，抑或係 floating rate 即係浮動利率嘅債券咧。第二就係 Fed Fund Rate 嘅利率上升嘅速度啦。第三就係 Fed 嘅短期同埋長期利率嘅改動。咁咧，我呢段影片咧有詳細教過咧短期同埋長期債券收益率曲線嘅關係㗎啦。如果你哋想學翻嘅話，可以入去睇一睇。咁有啲投資者咧就依賴債券作為一個可以預期嘅被動式收入啦。咁但係咧喺高通脹同埋加息週期咧嚟講咧，就會削弱咗佢哋喺呢個週期裡面嘅回報啦。所以你都可以睇到呢幅圖，由今年以嚟咧，好多嘅資金正係由債券嘅市場離開。我自己個人認為啦，美國嘅遠期國債咧就唔係一個喺加息週期下咧
表現理想嘅投資工具。不過喺加息週期下咧，一啲較短年期嘅公司債啦，或者 floating rate， 即係一啲浮動利率嘅債券，相對嚟講會有比較好嘅表現。咁我以前都有教過㗎啦，我嘅投資組合裡面咧就唔會單單淨係買股票嘅。一個成功同埋成熟嘅投資者咧，都唔會淨係投資喺單一嘅資產上面。我自己投資組合咧係包括股票、債券、金、加密貨幣同埋房地產嘅。所以為咗去穩定我哋整個 portfolio 嘅風險度咧，其實雖然 fixed income 喺加息週期裡面咧表現係冇咁出色，但係咧我哋仍然可以適當地持有一啲短債同埋 floating rate 嘅債券，因為呢啲債券都可以應對翻突如其來發生嘅經濟下滑啊，一啲嘅黑天鵝事件嘅。咁當然啦，有好多人又會問我喺邊度買債券咧？咁我知道好多券商咧都冇支持債券嘅交易嘅。咁咧好多都係淨係買股票嘅啫。咁我比較中意 Saxo 呢個平台咧，因為佢哋係提供唔同類別嘅資產嘅交易啦。咁可以俾到你作為投資者，可以喺同一個平台裡面咧，就可以買齊你需要嘅資產，包括債券，去砌出一個咧比較完整嘅 portfolio。我哋依家入到去 Saxo Research 呢個部分，喺 Research 嗰個部分咧，你可以選擇 Bonds。其實咧，你入到去咧會睇到好多唔同嘅資料。例如喺債券呢度咧，我可以見到佢哋亦都有研究美國嘅債券收益率曲線對債券市場嘅影響。之後咧亦有唔同嘅研究，例如咧喺債券收益率曲線圖裡面咧，依家咧係變得更加陡峭嘅美國債券收益率。而另外佢哋亦都教我哋應該點樣去交易債券呢？其實我經常喺 YouTube 上面同你哋講過嘅債券收益率曲線圖嘅資料，喺 Saxo 呢個平台咧每個月都有追蹤呢一個數據，好似喺呢度咁樣啦。你可以見到咧2月份嘅分析數據，呢度亦都可以見到10年期嘅債券收益率嘅變化，同埋2年期嘅債券收益率嘅變化。而 Saxo 亦都俾咗一啲分析你哋，呢度亦都提到啦，遠期同埋近期嘅債券收益率咧進入咗 flattening 嘅階段。其實我之前亦都喺唔同嘅影片咧有教過你哋點樣睇呢個債券收益率嘅曲線圖嘅 flattening 咧，亦都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債券嘅收益同埋咧股市嘅變化。所以我認為咧，作為投資者，除咗要追蹤股市嘅發展，亦都要追蹤債市嘅發展，因為兩者係互相影響嘅。我認為咧，呢個平台有足夠嘅資料俾投資者咧可以多多學習同埋研究。另外咧，Saxo 亦都會提供唔同國家嘅債券資料，例如呢度有睇到中國嘅債券啦、美國嘅 High Yield Bonds、歐盟嘅 High Yield Bonds， 仲有歐盟嘅 Investment Grade 嘅債券同埋美國嘅 Investment Grade 嘅債券。另外亦都有政府發行嘅債券列表，當中亦都有發展中嘅市場嘅債券。咁我喺度都提多次啦，因為加息週期嘅開始咧，都唔好期望咧債券俾你嘅收益會好高。所以咧，我淨係會利用買入債券咧，用嚟作為一個對沖股市黑天鵝事件嘅工具嚟嘅啫。好，第二種我覺得咧喺呢個加息週期咧表現最差嘅資產咧，就係一啲無利可圖嘅高估值股票啦。喺2020年咧 ，SPAC 呢啲反向上市嘅項目咧，成為當時候可以叫做風頭躉啊。咁 SPAC 咧又稱為 blank check vehicle 啦，即係空白支票工具。咁2020年當時嘅 SPAC 嘅上市項目咧，總共就籌集咗創紀錄嘅82.1個 billion 美金。當時比較出名嘅公司咧，包括咗 DraftKings 啦、Nikola 啦、Virgin Galactic 等等呢啲公司啦。咁 DraftKings 咧當時候最高咧係升到去71.9，咁由上市到去高位嘅時候咧，總共係上升咗成208%。Nikola 咧當時候最高去到65.9啦，咁當時候咧由上市去到高位咧係總共升咗588%，而 Virgin Galactic 咧當時候最高係升到55.9，咁咧股價係上升咗488%。咁喺2020年咧，當時候大家對呢啲公司背後嘅獨特故事同埋佢嘅潛在發展空間咧，俾出一個極高嘅估值。而呢啲高估值嘅背後咧，其實好大嘅程度都係由政府嘅量化寬鬆嘅資金支持住啦。咁全球嘅央行咧喺病毒大流行之後咧，佢哋一齊將呢個利率咧降到去歷史嘅低位，而低利率咧係有助呢啲咁嘅成長股啦，一啲投機嘅 startup 公司嘅發展同埋佢擴張。咁咧當時候咧就吸引咗好多呢啲資金咧停泊咗喺呢啲咁嘅 growth stock 啊，呢啲投機嘅成長股上面。
但係咧，隨住加息同埋聯儲縮表嘅週期開始咧，之前咧喺市場流通嘅量化寬鬆之下印出嚟嘅銀紙咧，就會越嚟越少。咁市場咧依家都係重新去再審視呢啲估值過高嘅公司嘅股票嘅真正價值啦。所以依家嚟講咧，投資係一啲冇利潤嘅公司咧，係一個極高風險嘅動作啦。咁而大部分 SPAC 嘅公司咧，暫時嚟講都係我叫做無利可圖啊，因為呢啲公司咧，起碼可能都要等多幾年嘅時間，佢哋先會有一個盈利可以顯示出嚟。要分辨呢啲公司嘅盈利咧，可以用幾個數字啦，例如 EPS、EBITDA 即係 Net Operating Income 啦，都係指標之一。另外 Revenue 咧，其實呢度就只係 sales 嘅數字啦，所以咧正數咧就唔係等於咧呢間公司有一個正盈利。所以要留意啦。咁我哋依家都可以睇一睇 Setso 嘅平台。2022年2月嘅 DraftKings 嘅股價咧係17蚊左右，由高位咧大跌超過70%。Nikola 嘅股價咧由高位大跌超過90%。咁其實咧，我就早喺2021年嘅5月嘅時候咧，就曾經喺 YouTube 出片啦，亦都喺 Patreon 同佢哋講咗噶啦。咁當時咧，我就同佢哋講咗咧，我會賣晒所有手頭上 SPAC 嘅持倉。亦都喺2021年嘅下半年咧，亦都多次咁樣呼籲你哋啦，叫大家要控制好自己喺投資喺一啲投機嘅中小型成長股上面嘅比例，即係注碼。咁尤其是係嗰啲咧未有盈利嘅公司嘅股票咧，可以持有少量，但係咧就唔好擺咁多落去啦。咁喺2020年4月到2021年嘅2月咧，呢啲所謂嘅未由虧轉盈嘅公司成長股嘅表現咧，佢哋咧比起當時候嘅大盤啊，即係 S&P 500指數嘅公司咧，佢哋當時候嘅估值係高出300%，所以咧我可以話咧係一個好大嘅泡沫。頭先亦都有提到啦 ，EPS、EBITDA 同埋 Revenue 呢啲咁嘅銷售數字，其實喺 Setso 呢個平台都好容易睇到。睇一睇 DraftKings，佢過去嘅12個月嘅 EPS 係負3.78，呢度亦都有季度嘅數字可以俾你睇到。例如 Q4 嘅數字啦，佢嘅 Revenue 係473個 million。但係咧 EBITDA 咧仍然係負數，做負312個 million。另外 Net Income 咧仍然係負數，負362個 million。EPS 係負0.8。再睇一睇 Nikola 嘅 EPS 咧喺過去12個月係負1.73。2021年嘅 Q3 咧，佢嘅 EBITDA 咧係負135個 million。亦都見到啦 ，EPS 喺第三季嘅數字係負0.68，所以呢間公司咧仍然係冇盈利嘅。同樣亦都可以睇一睇 Virgin Galactic 嘅數字啦。過往12個月嘅 EPS 咧仍然係負數嘅，係負1.58。佢嘅季度 EPS 第三季嘅 EPS 仍然係負數，負0.32。EBITDA 咧係負80.2個 million。呢間公司咧都係冇盈利嘅。Net Income 咧係負48.4個 million。咁我哋要睇翻一個根本嘅原因，點解加息會打擊呢啲成長科技股嘅股票咧？因為咧喺低息嘅環境裏面咧，近期同埋遠期嘅殖利率咧相差係比較大。銀行咧係本身要通過咧借近期嘅債，將呢啲錢咧再利用遠期嘅借貸合約去借出，從中去獲利嘅。所以喺低息嘅期間咧，銀行係更加願意去借錢出去。咁資金流動性高咗咧，就可以刺激整體嘅經濟活動。而呢啲成長中嘅中小型公司咧，佢哋本身係好需要大量嘅資金去擴充佢哋業務，做 R&D 等等嘅。咁所以咧喺低息嘅環境，令到佢哋係可以比較容易去借錢，而借錢嘅成本都係比較低。相反啦，喺加息嘅環境之下咧，銀行近期嘅借貸嘅成本加重咗，令到咧佢整個銀行嘅利潤都會收窄。所以如果佢借錢出去嘅利率咧，亦都要加翻提升翻啦。咁銀行為咗維持佢哋嘅盈利目標咧，佢哋就要咧喺呢個借錢出去嘅時候嘅利率咧，亦都要加息啦。咁對呢啲咧喺擴張期好需要資金嘅科技成長股嚟講咧，可以叫做首當其衝，因為佢哋係需要一啲大量嘅資金去發展，但係加息會令到呢啲企業嘅借貸成本加重啦，貸款能力降低，所以咧係對公司嘅擴張咧不利嘅。咁講開借錢，我哋亦都要分辨點樣去避開一啲高負債嘅公司嘅股票啦。因為咧高負債嘅公司股票，即係話喺加息週期嚟講咧，
都係會大受影響。咁其實咧，我哋可以計一計呢個 debt to equity ratio 嘅，即係呢個負債權益比率。佢嘅公式就係公司嘅總負債 total liability 除以股東權益 shareholders equity。如果公司佢嘅債務越多咧，呢個 D/E ratio 嘅比率咧就會越高啦。譬如攞 Nikola 同埋 Tesla 兩間公司嘅 D/E ratio 去對比咧，你就會比較清楚。呢兩間公司都係製造電動車嘅，所以咧我哋做比較 ratio 嘅時候咧，我哋用翻 Apple to Apple 咧，都攞翻同類型嘅公司、同一行業嘅公司做比較咧，係會比較理想。喺畫面裏面咧，你就睇到啦 ，Tesla 嘅 D/E ratio 咧就係1.26，而 Nikola 嘅 D/E ratio 咧就係46.91。咁好明顯，兩間公司相比之下咧，你會發現 Nikola 嘅負債比率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咁同 Nikola 一樣嘅呢啲咁嘅科技成長股咧，因為佢哋仍然處於個擴張嘅週期啦，佢哋都未有創造任何嘅盈利，所以咧佢哋個負債比率咧通常都係非常之高嘅，甚至有啲公司係以債去還債。咁所以喺加息週期之下，銀行嘅借款咧又少咗嘅話咧，呢啲咁嘅企業自身咧冇辦法去透過咧創造穩定嘅現金流同埋穩定嘅盈利的話咧，加息咧係會令到佢哋冇辦法去支撐公司嘅持續發展。好，最後一樣咧係加息週期裡面咧表現最壞嘅資產係乜嘢咧？就係流動資產啦。喺度即係指現金 ，cash 咧係最差嘅資產。對我嚟講，係咪加息週期或者係減息週期持有現金咧，都係一個最差嘅決定。我呢個説話嘅意思咧，即係話隨住時間嘅推移，呢個通貨膨脹只係會令到你每日買嘢嘅成本咧係變得更加貴。例如根據呢個美國嘅勞工統計局嘅通貨膨脹計算機咧，我哋就睇到啦，2000年1月咧嘅100蚊嘅美金嘅購買力咧。如果放翻去到2022年今日2月嘅話咧，你需要有166蚊嘅美金咧，先可以匹配翻咧想當年呢100蚊美金嘅購買力。因為喺過去咁多年嚟咧，我哋係有呢個通貨膨脹，啲嘢咧係越嚟越貴嘅。雖然我知道有啲人咧會覺得擺啲錢喺銀行咧係非常之安全啦，可以令到佢哋非常之安心，但係咧我喺度咧都要簡單咁樣同你哋講一講呢個法則。呢個就係72法則啦。其實好耐之前咧，我有同你哋分享過嘅，但係嗰段片咧就冇乜人睇過。咁喺度都教一教你哋點樣睇。佢嘅計算方式咧就係72除以呢個年度嘅回報率，就等於咧呢個本金可以翻倍嘅年數。咁俾個例子你哋啦。咁例如咧，我有1萬蚊嘅本金，而可口可樂公司過去5年嘅平均回報率咧係9.5%。咁即係話，如果我將呢1萬蚊投資喺可樂公司嘅話咧，我嘅本金嘅翻倍年期咧就係72除以9.5，即係我咧需要7.6年咧，我就可以將我嘅本金翻倍到2萬蚊啦。咁但係相反啦，如果我持有嘅現金我放喺依家銀行裡面，如果佢嘅利率係0.1啦，咁就算加息週期，呢個銀行嘅利率咧都係極低嘅。咁如果你放喺銀行咧，一直要等到佢變為2萬蚊嘅時間咧，就係72除以0.1，即係咧你要等720年咧，你先可以等到你個本金翻倍啦。咁其實咧睇到呢度係咪嚇一跳咧？可以話咧現金咧睇落去係好安全、好保守，好似冇風險咁。其實咧係正相反。而我一直咧都提倡咧，大家喺任何嘅時間都唔好停止投資。否則咧，你嘅資產咧就會失去呢個購買力，你嘅現金咧只係會越嚟越失去呢個價值。好，既然我哋唔可以停止投資咧，就記得開翻個戶口咧，去幫自己嘅資產增值啦。咁如果你想喺 Saxo 開戶嘅話咧，可以 click 下面 RAINIER 獨有嘅 Saxo 回贈優惠嘅連結啦。喺度都提你哋啦，如果你有興趣開 Saxo 嘅另外個戶口咧，即係個戶口唔係香港嘅話咧，記得要盡快去開啦，因為我聽聞咧 Saxo 咧將會提高咧呢個離岸戶口嘅開戶門檻。係好，今日嘅影片咧就分享咗我覺得表現最差嘅加息週期資產啦。咁希望你哋覺得有用啦，你都可以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仲有乜嘢嘅資產你覺得咧係表現會好差嘅咧？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啦，拜拜。